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巫女。数千年前呢，巫术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祝祷和占卜呢是巫术的核心。它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映照现实。而发展至今呢，我们现在仍然还在使用，只是它呢进化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巫女。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巫这个词呢，在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期呢，人们不能够从自然的本身去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认为冥冥的天上呢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呢，都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配。于是呢，先祖们就做了一个伟大而愚蠢的大胆的创造，上帝便出现了。后来呢，又演变为天变的观念。在原始社会中呢，天命的观念就形成了。夏人就说因为禹至教乎鬼神，上帝才派他的子孙呢来管理人间。到了殷商时期呢，殷人就认为伐夏呢是奉若天命。之后的上古旧朝代呢，便出现了专吃天饭的能以武降神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巫。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儒家思想在北方兴起，孔子强调呢不谈论神秘力量，巫风盛行呢逐渐就转移到了南方，尤其是楚地。那到了汉代呢，汉高祖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巫官体系，统治者们呢就喜欢宠幸巫师尤其是巫女。巫女的概念呢是源自于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崇拜，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可以通过修行通灵术呢来增强法力，以便与神灵和精灵呢进行交流。而巫女在社会中担任着中介者的角色，负责与神灵、精灵进行交流，传达人们的祈祷和祝福以及祭祀在大旱大灾等时候进行舞蹈祈福施法。古代祈雨的方式就比较独特，主要是有暴晒女巫或焚烧女巫两种。比如春秋繁露中就记载呢，有一年春季大旱，于是令女巫在祭坛上暴晒，以祈求上天降雨。在左传中呢也说一年夏天大旱，鲁僖公呢准备焚烧女巫以求雨。求雨之所以要用焚烧或者是暴晒女巫的办法呢，是因为主要针对的是旱魃。传说呢，天女旱魃在涿鹿之战中为了帮助皇帝打败蚩尤呢，用法术就喷发出了大量高温炙热的热焰。但是因为敌人的军队太多呢，对手的水神法力也很强大，而天女旱魃的灵力消耗太多，就再也无法回到天上了。因为它自带的炎热属性，不管走到哪里呢，哪里就会发生大旱。所以好好的一个天女最后就被人当成了旱魔，到处驱赶。而祈雨呢，主要就是为了赶走旱魃，天自然就会下雨了嘛。所以女巫呢就会穿上和旱魃一样的青衣，也就是类似于 cosplay 成旱魃的样子，软硬兼施，在太阳下暴晒，一般就会同时摆上祭品，等于呢是在求旱魃好吃好喝然后离开嘛。而焚烧女巫呢则是一种威胁想通过这种呢以毒攻毒的方式将旱魃吓跑。而先秦的巫师里面呢，最著名的除了灵山石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巫师她就是女丑。据说她是炎帝的女儿，坐骑呢是传说中的灵鱼，也就是美人鱼。而女丑呢曾经骑着美人鱼巡游九州，但是关于她的死呢却很蹊跷。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就记载呢，龙鱼灵居在其北，其状如狸，有神巫乘之以行九也。而天神陆雾呢负责是巡游天之九部，而女丑呢巡行的是地方之九也。可见呢女丑的角色举足轻重。而灵鱼呢就是人鱼，人面鱼身，手足呢与人无异。它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动物，既可以在水中生活呢，也可以在山林上安居。而女丑除了灵鱼作为自己的座驾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巨型的神兽，那就是传说中的千里蟹。根据古书中记载呢，这是一种身长有上千里之长的庞大海蟹，平时不动的时候呢，就像是一座海岛。而有人曾经就坐船遇到了风浪呢，在一个小岛上暂时的停歇，他们在岛上还燃起了篝火嘛，正准备生火做饭，谁知道突然之间呢，海岛居然移动了，而停在岸边的小船呢，一会儿就被甩在了身后很远。原来这座海岛呢，居然是一只大螃蟹，而因为火烤得它难受呢，所以它就开始游动游走。那关于女丑神奇的死因呢，也是很离奇。一般的女巫祈雨是不会有风险的嘛，因为应不应验很难证明。但只要是她做过法事之后时间不久只要下过雨了，人们就会当作是她的功劳嘛。那古代的人对于什么事情的要求呢，都不是那么的精准，对待祭司也是比较宽容的，更何况女丑是天地之女呢，更是有恃无恐嘛。不过根据《山海经》中的描述呢，女丑的死因呢，却是因为在一次祈雨祭祀的活动中被活活给晒死了。
这就有一些匪夷所思了嘛。原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段时间突然太阳的运行呢出现了大 bug， 天空中竟然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而女巫实在承受不了10个太阳的暴晒嘛，竟然以身殉职，在祈雨中耗尽了自己的法力和生命。可见女丑呢，还是一个非常敬业负责的巫女。据说湖北巫峡的名称呢，就是来源于上古大巫巫咸，而巫咸的事迹呢，在《山海经》、《尚书》、《吕氏春秋》、《楚辞》、《列子》等各种典籍中均有记载。他曾为炎帝、黄帝占卜凶吉，也曾用大法力呢为尧治病延福。从神农到殷沙，时间的跨度1000年以上，所以呢，巫咸应该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种职位或者是尊称，表示巫术高明若神。而巫呢，从字形上看，上一横为天，下一横为地，而中间一竖为交感天地，左右2个人为武，指的是通过某种形式沟通天地的人。而咸呢，在易经64卦中呢，本就表示上下交感的意思，所以巫咸呢是感应天地特别灵验的人。在殷商时期呢，巫承担着沟通天地与人地的任务，传达着上天的意志，由此呢衍生出了3种非常重要的职业：史、祝、卜。那其中呢，史掌管着天文历法、历史文献，而祝呢主导祭祀祈福，而卜呢负责占卜凶吉。这3种职业呢，都需要具体纯粹的精神，摒弃私心欲念的影响，因此呢，常由巫师来承担。而巫术之一呢，就是祝祷。在上古时候祝福他人呢，可以让人增添福寿、疾病自愈，听起来就很是玄幻了。但这并不一定完全是无稽之谈。古时候有一个张志顺真人曾经也说过，修行之人呢，修为到了一定的程度心中的就不能有恨，因为恨谁谁死。真正的精神呢，是具有无形力量的，可以映照现实。所以古中医设有祝由科，通过祝祷的方式呢来治疗疾病。而中医的医字呢，古作医呢，其下为巫，因为中医正是由巫师所开创。释本中记载有古者巫朋初作医之说，所以在《黄帝内经》中便记载了中医祝由之说，通过祝祷疾病产生的根由呢来治疗百病。祝祷是否有效呢，与自身的修为呢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古人呢心思都很单纯，精神专一，所以呢多有灵验。而到了今天呢，人人智慧超群，伪诈私心充塞天下，大家早已失去了纯粹的无感染的那种精神了，没有了至诚至敬的态度，所以祝祷呢也就只是说说好话而已了，而失去了实际的效率。民间祝由术的使用呢，也大多是与世无争的老人或者是自己的至亲之人才有用的，因为亲人之间是爱嘛，相对来说是更纯粹一些，甚至是母亲对孩子的爱那种。那到了现代呢，有了更为便捷的方法，比如说中草药的使用比祝由术呢更容易见效，并且呢不需要精神层次的修行，而人人呢都可以轻松的掌握。想让鸟坠落呢，就可以使用弓箭；想让大树枯萎呢，可以使用刀斧。因此呢，巫祝之术的落寞呢，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巫卜最初的含义呢，是巫师卜问、观察神迹，并且将内容刻画在兽骨上作为史记。卜字的含义呢，是火灼烧兽骨后所得到的裂纹。占卜呢，是商朝人的黑科技，他们将处理后的龟甲或者是兽骨呢，在背面加以钻槽，到了既透未透的那种程度呢，再用火来烧烤。那钻槽呢，就造成了甲板厚薄不均匀嘛，受热之后呢，就会导致槽的四周出现裂纹，而这些裂纹呢，就俗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呢，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卜官。在判断凶吉之后呢，将卜问的内容书写刻画在甲骨上呢，而那些文字呢，就是甲骨文。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进行研究呢，就可以发现占卜的内容涉猎很广。当时的占卜呢，成了整个国家重要的内政活动和第一生产力。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先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来消除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困惑以及恐惧嘛。在这种生存中渴望预知的心理呢，在人类早期呢，已经被埋入了我们的基因之中。但那些充满神秘而又带着仪式感的占卜活动，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商朝的灭亡。那些刻在龟甲上的卜辞呢，也没有能够指点商朝的江山社稷，他们只是见证了当时人们所有的不安和诉求。在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呢，是中华民族最初的文明诞生地，这里物产丰富唯独不盛产盐，而盐呢，是人体不可缺的重要元素嘛。传说舜帝的时候呢，为了给老百姓生产食盐，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呢，舜就让他的一个儿子到巫咸国做了酋长。此国呢，以善于逐卤土为盐而得名。
后来舜的儿子做了巫咸国的酋长呢，其实就是最早的盐邦的头领，带领着巫咸国人民呢就生产食盐。因为当地的巫咸人呢掌握着卤土制盐的技术，他们把卤土含盐量最大的那些粘土呢蒸煮，使盐析出呢成为晶体。外人以为呢是在变数，以为是一种魔法。再加上巫咸的人呢在制盐的过程中就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一会儿祭风希望风为他们带来好的气候，以利于吸盐嘛；一会儿祭日呢，希望日头呢好一些，快速的晒出盐来。同时呢，害怕技术被别人偷学去，就弄得神神叨叨的。总之，除了不祭雨呢，其他的都没少弄。这样一个过程呢，在别的部落眼中就非常的高大上了，当时把它就看成了一种在实施的一种法术。于是人们就称这种会把土变为盐的术为巫术，也就是巫咸国的术。这种在当今社会呢被视为化学反应的现象，却在新石器时代呢开启了泛灵信仰的洪流。那除了中国，日本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巫女文化。最早记载巫女文献之一呢是《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其中就描述了那个时期的日本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小国组成。其中最大的呢是邪马台国，而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呢就被称为是鬼道，能惑众，表明她在巫术方面高超的技巧获得了众人的崇拜。而卑弥呼呢有两重身份，既是统治者又是巫师，他主导了全族的宗教活动并在民众与神灵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而卑弥呼死后呢，日本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混乱，最终只有他年幼的宗女继承统治邪马台国。这一段历史表明呢，日本的巫女曾在政治上呢具有强大的地位。但是随着二战后的政治分离神道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大不如前。而现代的日本巫女呢，也已经失去了对神的虔诚信仰，失去了神圣的精神媒体的身份，成了一种职业了。他们主要的职位呢，也从强烈的宗教信仰以及祭祀呢，变成了协助神管理神社事务，清理神社，出售神符，协助在神的面前的婚礼等等，以及在一些大型祭祀活动中跳神乐舞等。在西方也是一样，当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也就是横扫欧洲大陆的时候呢，当时的人们只能坐以待毙。而欧洲人终于对巫师就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民间对巫积累的抱怨呢，以及一些宗教为了与巫争夺对世界的解释权呢，终于就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世纪猎巫运动。欧洲中世纪开始呢，西方宗教就开始改革，反对教皇的人呢，都成为了异端，成为了打压的对象。由于巫师们与宗教的世界观不同所以自然就成为了异端的一份子。对于宗教界来说呢，猎杀巫师的运动是打压异端的最佳切入点。在这场臭名昭著的猎巫运动中呢，女性就成为了主要的迫害对象，把那些寡妇或者是女财主套一个巫师的罪名而弄死她，然后群众们就能分割他们的财产，使得这场猎巫运动中获得了民间罪恶力量的支持。相对于男性来说呢，迫害女性就更容易一些也更能够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所以这场运动就成了欧洲女性百年的噩梦。在运动后期呢，人类理智呢逐渐回归。处于重灾区的德国人呢，率先就诞生了猎巫正规化和规范化的作业手册，开启了程序正义化的法学理念，对人类整体的法治社会进行了推进，起到了决定性的贡献。而这个推进的背后的代价呢，则是欧洲长达1个世纪的黑暗时期。在20世纪呢，牛顿生前的手稿被拍卖，研究牛顿形象的另一面被逐渐深挖了出来。通过手稿中的那些负面的故事呢，让世人知道了原来牛顿痴迷于炼金术。这令当时的科学界大为震惊，因为牛顿代表着理性与现实而炼金术呢，则被认为是巫术的行为。英国的作家迈克尔·怀特呢，他在反复的研究了现有的资料之后，在最后的《炼金术牛顿传》一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说，炼金术起源于古希腊时代，过程呢是为了寻找一种石头哲人石，它具有神奇的功能，能够将石头呢点缀成黄金。过往的欧洲无论是意大利诗人但丁或者是罗马教皇呢，对于炼金术都很怀疑，但仍旧有很多人将一生都献给了炼金术。比如化学家波义尔。实际上呢，尽管炼金术被披上神秘的面纱，其实它就是欧洲人对科学探索最早的尝试从某种角度来看呢，近代化学呢正是其衍生物那17世纪的某一天呢，牛顿颓废地从炼金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坐在苹果树下歇息的时候一颗熟透了的果实呢就掉在了他的头上。这一天呢，意味着整个欧洲终于向近代科学纳了投名状。而西方经济学家凯斯恩曾经就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
最后一个炼金士。而伟大的华夏民族呢，在此前也早已成功的抛弃了龟甲占卜，文人们昂首挺胸的填笔磨墨，他们在忙着解构一本叫《易经》的书了。开始，而《易经》这本书呢，载誉了太多，以至于呢，使人忽略了它是龟甲占卜的替代品或者是升级品这一事实。只是周朝的人将手上的龟壳呢换成了周易而已。那龟甲占卜呢，是逼着将巫师的神谕可视化。而周易呢，它的占卜则是使占卜的行为真正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事物一旦可以被理论化呢，就可以被广泛的普及。可惜的是，中国的巫术由于朝着玄学的方向全力的蜕变，而导致了与近代科学呢擦肩而过。所以巫术的主树干下呢，只形成了占卜与中医两支独大的趋势。所以说，巫术文化它不是一种落后的迷信，而是古老的人文科学。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